结婚时，我给了老婆300万彩礼，然而半年后，老婆竟然偷偷和人开房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和杨越结婚半年后，他的行为就有些不对劲了，对我冷淡不说，还总是心不在焉。手机一响，看到是我便故意避开去接电话，似乎不想让我听到我和他说话，也时常走神，还经常和人聊微信，遮遮掩掩的不让我看。杨越是个事事挂在脸上的人，事出反常必有妖。虽然我不愿意相信杨越会做对不起我的事情，但心里还是忍不住生出几分疑虑。我和杨越的相遇像是电视剧里的桥段，那时我正在国外出差，闲下来后便去海边散心，游客很多，可我还是一眼看见了正在海边拍摄 vlog 的他。杨越穿了一身飘逸的白色长裙，黑长直的头发披散在身后，海风吹过时，长发的发尾轻轻拂过他的脸颊，他微微眯着眼睛，对着镜头绽开一个灿烂的笑。那个瞬间，我心跳乱了半拍。只是下一秒，在我还没回过神的时候，他脚下一个踉跄，手机脱手而出，直接朝着我的脸上砸了过来。我下意识伸手一挡，手机砸在我的手上，又摔落在沙滩上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他连忙小跑过来，蹲下身捡手机，嘴里还不断道着歉，用的是英文，一连串的很丝滑。他衣襟有些宽松，蹲下时微微敞开，露出白皙圆润的胸脯。我捂着发热的鼻子，连忙转头避开，摆着手道：“没关系。”杨越起身，一脸歉意地看向我，四目相对，他忽地笑了：“你是中国人吧？”我也笑，看来你应该是同胞了。同胞相见，砸一下也算有缘了。他眨眨眼，脸上的笑容多出了几分真诚，随即又朝我伸出手。杨越，赵琪。我握住他的手，轻轻一摇便松开了。走近后的杨越比我想象中还要美丽，五官精致，皮肤白皙，身上带着一股淡淡的香水味，不浓烈，但很持久，让人闻起来很舒服。那天我们一直待在一起，从日出到日落，聊了很多很多。更难得的是，杨越不仅只是外表漂亮，她还有着相当深厚艺术素养。下午茶时间，我们坐在海边咖啡厅，她和我聊起梵高、达芬奇、莫奈，从文艺复兴到印象派，从古风音乐到流行歌曲，我们总有说不完的话题。我惊讶于她的博学，她只是低头浅笑，谦虚地说：“我是学美术的，兴趣比较广泛罢了，其实很多都不太懂。”那一晚，我们交换了联系方式。杨越知道了我家里是做房地产生意的，我也知道他是一名有数万粉丝的美妆博主。之后，我们开始频繁联系，聊天的内容也从最初的兴趣爱好，逐渐转变到对生活的看法，对爱情的看法。我意外地发现，我们不仅是兴趣相投，竟然还来自同一个城市。回国后，我们顺理成章地陷入了爱河。我欣赏她的美丽与才华，她对我的温柔体贴也很有好感。交往1年，我们就结婚了。我家里对杨越很满意，婚前就给了300万的彩礼。杨越家里也很客气，没有留下1分钱，直接就把彩礼转交给了杨越，说以后这就是他的私房钱。杨越当时感动得眼泪汪汪，说绝对不会离开我，会一直陪在我身边。结婚后，我们相互欣赏，彼此扶持，双方父母相处的也不错，经常走动。在亲朋好友面前，我们也算是难得一见的夫妻楷模。我一直将杨越比作一块天然的顶级翡翠玉石，
没有经过任何雕琢打磨，却美得令人心惊。和他相处的越久，越能发现他的珍贵。朋友们都觉得杨月只是个小网红，有几分姿色，却不够有味，不理解我为何愿意娶她。但情人眼里出西施，对于我来说，杨月不像其他的网红，要么炫富，要么卖肉。她总是活得坦坦荡荡，凭借着自己的才华和真诚获得粉丝。即便她有一个喜欢收藏奢侈品的小癖好，但我家底殷实，也不介意包容她这一个小缺点。新婚那段时间，我们的日子过得相当甜蜜。杨月不仅长得漂亮，还做得一手好菜。每次她做饭的时候，我都会从身后揽住她，将下巴搁在她的肩膀上。这样的动作让我们俩的距离拉得很近，她能听到我的心跳，我也能听到她的呼吸。不知怎么，我心里就觉得很安稳。因为生意上的来往，我隔三差五就需要去参加宴会。原来的我觉得那些宴会索然无味，除了利益再没别的。但现在却不同，自从我带着杨月出席宴会之后，走到哪儿都能瞬间成为全场的焦点。杨月那曲线玲珑的身姿，在精致礼裙的映衬下，犹如夜空中最亮的流星，璀璨非凡，令人一见难忘。所有男人都会用羡慕的眼神看着我，女人则用惊叹的目光看着杨月。这极大地满足了我的虚荣心。但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，有趣的灵魂却万里挑一。杨月是有趣的，但有时候又傻傻的。她会因为一个冷笑话而笑半天，也会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而生气，就和娇憨的小女生一样，不经世故，不染尘埃。她的一举一动都未经雕琢，透着淳朴和自然。这是那些心里只有钱的女人装都装不来的。这就像人工翡翠和天然翡翠的区别，虽然看似一样，但内里却完全不同。对于杨月来说，我也算得上是一个完美的老公。杨月时常说我像是彩票，还是开出了大额奖励的那种。她坦然地表示，最开始她只是被我绅士的外表和殷实的家境所吸引，但随着我们越来越深入的相处，她发现我不是只会吃喝玩乐的富二代，而是有自己的梦想和原则。关键是对她特别好，温柔又细心，眼里心里都只有她一个。这些都是她曾经没有想象到的东西，它们如同润物无声的春雨，渐渐渗透进了她的心里。杨月愿意把真心交付给我，所以才答应了我的求婚。说这话时，她的眼睛，她的笑容，她的一举一动，都昭示着对我的爱意。我是她一眼就看上的人，她也是我一见就钟情的人。我们如此契合，如此投缘。我一直坚信我们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，但现在我却对这段婚姻产生了极大的不信任。不过，也正是因为我很喜欢杨月，所以当发现她行为出现异常时，我才会那么痛苦。我无法接受喜欢的人背叛我，于是我决定寻找真相。那是一个周末，我和杨月正讨论着一会儿的出行计划。相对于我的热络，杨月则显得有些焦躁不安。她咬着嘴唇，眼神躲闪着，不敢看我。老公，我今天和朋友约好了一起去逛街，咱们下次再出去玩，好不好？我按捺下心中的怒火，默不作声地点了点头。手机铃声突兀响起，杨月下意识地关掉。她悄悄瞥了我一眼，又焦灼地扣了扣手心，才拿起包往门外冲，只留下一句：我先走了。我不想做最坏的打算，但确实想知道真相。与其胡思乱想瞎猜测，还不如一探究竟。我打电话给了事先等着的司机小王，让他悄悄跟上杨月，随时汇报。小王开的是公司的车，不容易被发现。
我跟着小李的汇报，将车开了出去。等到了目的地，我死死地盯着不远处的小酒店，坐在车内抽了一根又一根的烟。不知道是自己太相信杨月，还是他伪装得太好，没想到自己竟然还有成为捉奸者的这一天。很快，小王的汇报就来了：老板，查到了3021号房间。我胸口憋闷，用力将车门关上，随后大步走进酒店。酒店不是很正规，随便花点钱就拿到了监控视频，上面显示杨月跟着一个男人进了房间。那个男人戴着帽子，看不清正脸，但背影5大3粗，看上去就很不好惹。杨月跟在他的身后，神态略微有些不自在。我愤怒之余又有些疑虑，不明白为什么杨月要跟这样一个男人来这里。难道真的只是开房？但这男的光看背影就不是什么高档货，完全比不上自己。我不相信吃惯了山珍海味的人会去捡垃圾吃。愤怒与疑虑交缠在我的心里，让我无法思考其他，只能攥紧了拳头，用力敲响了房门。杨月，你给我把门打开。房门紧闭，里面始终没有动静。我更加生气了，内心的怒火越燃越烈，脑海里播放起2个白花花的肉体纠缠在一起的恶心画面，整个人就像被放在油锅里反复煎炸一样难受。杨月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再不开门，我就要撞门了。又等了10几秒，对我来说却像1个世纪那么长，我再也等不了。朝不远处的司机小王使了个眼神，他连忙上前，正准备直接踹门时，门开了。杨月看见我，脸色煞白，一副惊恐无比的样子，但他衣着还算整齐，上前一步，试图拉着我：老公，你听我解释。我下意识以为他这是心虚，怒火中烧的我立刻推开了他，冲进了房间。房间里并没有其他男性，床品也是整齐的，不像是有肉体翻滚后的样子，看起来并没有发生什么我想象中的出轨之事。此时，我心中竟然还有些宽慰，还好这对狗男女没有进入正题，否则我恐怕会忍不住吐出来。人呢？我扭头恶狠狠地看着杨月。什么人？老公，这里没别人了。杨月语气弱弱的，脸上的心虚都藏不住。我冷笑一声，直接开始搜查，首当其次的便是那个大衣柜。突然，一道身影从窗帘后冲出来，我来不及阻拦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仓皇逃走。老板，是张军。站在门口的司机小王也没拦住，但一拉一扯之间，还是看清了男人的真面目，当即便喊出了那个男人的名字。我转过头，也不着急了，用质问的眼神看向杨月，她泪流满面，不停摇着头。老公，不是的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是被逼的，我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。她哭得梨花带雨，我见犹怜，让我心里不由得软了下来，但我的表情依旧严肃，因为我知道这件事肯定没有这么简单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等待着他的回答，毕竟这一连串的事故简直比电视剧里演的还狗血。事情还要从5年前说起，还在念大学的杨月长得漂亮，身材高挑，由于是美术专业，她的审美水平自然比较高，穿着打扮更是独具一格，所以一直被学校里的男生追捧。杨月也喜欢上了这种万众瞩目的感觉。当时她同寝室有个新媒体专业的女生，家境比较好，经常穿戴奢侈品牌，但却完全不会打扮，更不会化妆。一开始，杨月只是出于善意，不仅为她搭配了服饰，还替她化了个精致的妆容。果然，那个女生魅力大增，还拿下了暗恋已久的男神。那女生投桃报李，建议道：
杨月，你长得漂亮，化妆技术又这么厉害，比网上的那些网红好多了，不如也去试试，肯定能够火。在同学的鼓励下，杨月尝试着开设了自己的账号，凭借优秀的化妆技巧和时尚感，很快获得了认可。就这样，杨月的美妆博主道路开始了。杨月很喜欢这个职业，能够将自己的想法展示给粉丝，跟粉丝互动聊天，还会收到各种赞美和追捧，让他非常开心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杨月发现美妆博主并没有那么容易当，她要不断紧跟创新脚步，跟上时尚潮流，需要不断购买和搭配各种时尚单品，同时还要考虑拍摄场景的创意和多样化。为了拍摄出更优质的内容，他不得不投入大量的金钱。渐渐的，原本富足的生活变得拮据起来。大学毕业后，杨月决定将美妆博主作为自己的职业，没想到却遭到了父母的强烈反对。他们无法接受女儿放弃正经工作，去从事这种不入流的网红行业，一气之下，甚至切断了对他的经济支持。杨月虽然攒了一些钱，但面对巨大的消费压力，他不得不暂停更新。就在杨月最为困难拮据的时候，他接到了一个商演的单子，虽然价格低廉，但对他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。然而，杨月怎么也没想到，这个商演不仅解决了他燃眉之急，还给他带来了更大的惊喜。像杨月这样的博主，除了线上推广，有时还会有些线下站台和商业晚宴，这是拓宽人脉的时候。运气好能接到别的单子。也就是2年前，杨月在站台结束后，就跟着参加主办方的晚宴。他已经好几天都没吃过正经饭了，所以立马就冲向取餐区大快朵颐。没想到旁边坐着一位和他同样目的的女人，两人相视而笑。杨月善意地提醒对方，脸上沾着肉酱，对方取出镜子擦拭，又向杨月道谢。这一来一往，两人便熟络了起来。女人叫李霞，和经济困难的杨月不同，她是位女强人，自己开了家公司，也是因为工作太忙，才会饥肠辘辘。杨月羡慕不已，又喝了点酒，在李霞不动声色的引导下，将自己的底细给透了个底朝天。李霞得知杨月的财务困境后，一拍大腿，爽快道：“我和妹妹你投缘，你明天来我公司，我替你借钱周转。”杨月一听，顿时喜出望外，立刻答应了李霞的邀请。第二天，杨月如约来到李霞的办公室。李霞先是热情地招待了杨月，随后便提出了她的借款条件。她眼睛一转，说道：“妹妹，我看你也是个直爽人，但俗话说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。我将钱借给你，总得有个保障，不然你带钱跑路我也没办法，是不是？”杨月也是刚出社会，什么都不懂，只是点了点头。是这样的，理解。那用什么保障呢？你拿着我的手机，去旁边洗手间脱掉衣服，拿着身份证拍张照片就行。李霞的语气轻描淡写，表情也十分自然，就像是裸照和普通照片没什么两样。杨月十分犹豫，因为她虽然是网红，但其实骨子里很保守，不喜欢卖弄性感、搞擦边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她的视频流量起不来，一直只有几万女粉。李霞见状，信誓旦旦地保证：“妹妹，你放心，只要你拍了照，我立马给你转20万，只要你按时还，我也不会收取任何利息。这照片到时当着你的面销毁，我保证不会外流。何况你在别处可没这么容易借到钱。”在金钱的诱惑下，杨月为了缓解燃眉之急，还是照做了。然而，
李霞却趁机让杨月签下远高于借款金额的欠条，本来的20万变成了70万，这让杨月一惊，不是说好的20万吗？怎么变成70万了？李霞却笑着说：“妹妹，这是借款的规矩，只要你按时还，虚高的50万就不会收你的。”杨月虽然有些不安，但想到裸照都拍了，现在反悔岂不是亏了？他干脆心一横，还是签字了。李霞立马打款70万给杨月，并额外要求杨月取出50万现金作为及时还款。拿到钱的杨月很是高兴，立刻将50万现金取出来还给李霞，并承诺会尽快归还剩余的50万。李霞假意答应，实则已经开始筹划如何从杨月身上获取更多的利益。自此以后，杨月就像陷入了泥潭一般，无法自拔。李霞不断以借款为由，诱使杨月拍摄更多的裸照，并最终以此威胁他，逼迫他还款。如果杨月不能按时还款，李霞就会将裸照公之于众，让他无法在社会立足。面对这样的威胁，杨月既感到愤怒，又感到无助。他知道李霞的手段卑劣，但自己却因为贪念和金钱陷入了对方的圈套。每当他想要拒绝李霞的要求时，内心总会有个声音在告诉他：没关系，这只是暂时的，等你还清欠款，一切都会好的。然而他不知道的是，李霞的高利贷利滚利，他根本还不清。为了偿还利息，杨月不得不继续借款，陷入了一个死循环。杨月告诉我说，拿到钱后，他又开始当美妆博主买、拍的生活。而为了放松还款的压力，他去了梦寐以求的欧洲旅游。也是在那里，他遇到了我，并与我坠入爱河。结婚后，我家给了他300万彩礼。他原本想，终于可以摆脱李霞的纠缠了。结果，当他联系李霞还钱时，李霞却说他欠的是240万。我当初只借了20万，哪怕后面零零散散的加起来，也不会超过100万。怎么变成240万了呢？我当初借给你70万，是有借条和银行转账记录的，后面又借给了你2次，加上利息、服务费这些七七八八的，本来是要收250万的，我还给你减了10万。面对李霞的强硬态度，杨月感到绝望。他不敢让我知道这一切，更不敢面对李霞的威胁，只能无奈地支付了李霞要求的巨额赔偿。李霞当着他的面销毁了装有他裸照的手机，并告诉他以后不会再找他了。杨月以为一切就此结束，却没想到半年后，一条微信打破了他的平静生活。微信上面是他一丝不挂的裸照，下面还有一段陌生人的言语威胁：杨月，你那些美丽的照片都在我手里，不想身败名裂的话，就给我60万。看到这条微信，杨月的脸色瞬间苍白。他没想到李霞并没有删除他的照片，而且照片还落在了其他人手里。但手机不是当着他的面销毁了吗？这人是谁？和李霞又是什么关系？那些该死的裸照究竟如何才能消失？这一串串问题将杨月弄得苦不堪言。也是在这样的压力下，他渐渐变得沉默寡言，甚至不敢与我对视。他害怕被我发现这一切，害怕我因此离开他，所以才躲躲闪闪地试图掩盖这件事。最终，杨月不想再继续被威胁下去，也为了弄清楚事情的真相，才约了对方见面。只是对方很警惕，约在了这家小酒店，这才有了被我误认为偷情的一幕。听完杨月的讲述，我心里相信了一大半。张军这人我是知道的，出了名的赌徒。我知道他
也是因为他前段时间租了我家公司的房子，还和租房管家打了一架，闹着要报警。想来那个时候他就来踩点蹲守杨月了。我叹了口气，轻声问道：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杨月眼神坚定地回答：报警。将所有事情坦白后，杨月心里松了口气，那种整日提心吊胆的感觉太可怕了。而这一番回忆也让他跳出了固有思维，好好审视了自己一番。杨月这才发现，正是因为他的愚钝无知，才弄出了这么多的糟心事。我暗暗松了口气，居然有几分欣慰。还好杨月开窍了，只是这块我曾经认为天然雕饰的翡翠，还是从高处掉落，虽然依旧完整，但到底是有了瑕疵。我还是陪着杨月去报了案，警方迅速立案。经过调查，真相终于大白。原来李霞当初砸手机只是虚张声势，为了让杨月安心，她并没有删除杨月的裸照，而是偷偷备份了那些照片，作为将来敲诈勒索杨月的把柄。而张军是李霞的前夫，他手里有李霞的把柄，三番两次找李霞要钱，直到张军又一次因为赌博欠债找上李霞，李霞忍无可忍，又不敢拒绝，便将杨月的事透露给张军。张军确认为真后，就盯上了杨月。张军为了减轻罪责，直接透露了李霞的把柄，他主动提供了李霞非法集资等罪证。两人不愧是夫妻，李霞也是这个打算，两人狗咬狗，最终数罪并罚，都受到了法律的制裁。尽管事情告一段落，但我知道这件事对我造成了不小的影响。我选择了搬离。我知道这样做对杨月很不公平，但我无法说服自己心安理得地与杨月同床共枕。每当我闭上眼睛，脑海里就会浮现杨月一丝不挂的样子，那些照片就像一根刺一样扎在我的心里，让我难以释怀。杨月似乎察觉到了我的变化，她并没有阻止我，而是默默地为我收拾行李。看着她的样子，我内心的愧疚更加深重。杨月注销了自己的博主账号，以为会如千斤重，但心里竟然只有释然和轻松。她觉得物是人非，原来当初那份带给她喜悦和瞩目的职业，竟然早就不知不觉成了她的负担。杨月结束事业，收拾家当，准备迎接可能到来的离婚。但当他真正静下来思考的时候，他突然发现并不愿意放弃我。当初与我开始，诚然有家境的原因，但后来不知不觉爱上了我也是事实。他是真心想和我过日子，不然以我家的条件，大可请个保姆，不需要他洗手做羹。只是隐患暴露，这段婚姻也许就此戛然。杨月不甘心，他不否认自己的错误，但只是想努力一次，哪怕结局不尽如人意。他穿着高跟鞋就往外跑，脚都磨出血了也没管。平时娇气的他，此时一声不吭，敲了许久的门也没人应。杨月拿出备用钥匙开门，一进门就是满屋的酒气。我醉醺醺地躺在沙发上，地上是数不清的酒瓶。那一刻他才发现，原来我比他心里还要不好受。杨月心里的那一丝埋怨彻底消失，全被酸涩和难受填满。他出门去了最近的超市买菜，扎起头发，系上围裙，开始为我准备了醒酒汤和米粥。我在饭菜的香气中醒来，迷迷糊糊中还以为是在梦里，本能的起身，从身后搂住了他，如同过去一样。我们两人都怔住了，还是杨月先反应过来，先把醒酒汤喝了，粥马上就好。我透过碗里氤氲的蒸汽，看着忙忙碌碌的杨月，这一刻，我心里那些不快也如水蒸气般消失了。人这一世，
不过就是想在醉酒后能有一碗醒酒汤罢了。况且杨月也是受害者，我心里虽然难受，但更多的是落差。但翡翠有了缺口，稍稍雕饰一番也能看得过去，更别说人了，哪有十全十美的，知错了能改就好。杨月的这番洗手作羹，就是最好的道歉方式。我们默契的不再提起过去，生活也渐渐一如往昔。杨月听从了我的建议，计划开设一家高档美妆店。他又开始斗志满满起来，但这次他不再追逐名声和关注，而是量力而行。他告诉我，这一次他不会再盲目追求虚荣，为了虚无缥缈的东西透支自己。杨月看着我，有些感慨。我现在才知道，发现自己错了，首先要做的就是承认错误，并想办法弥补，而不是逃避或者掩盖。这一次，我为自己的错误买了单，但我不会让错误影响我一辈子。我会努力改正，让自己变得更加完美。我笑了，将杨月拥入怀中，轻声说道：“不需要完美，只要别再走弯路就行了。人这一生，也许都会走弯路，及时止损，更正才是上策。”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